你好，欢迎收听陪你读书，我是主播杨杰。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协同》，下面我们会用大概10分钟的时间，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本书的作者是马克·欧文，曾经在海豹突击队的一个支队叫海豹6队担任指挥官。当年击毙本拉登的就是这个海豹6队。在书中，作者从执行过的任务里总结出了一整套解决复杂问题的行动准则。接下来我将分成2部分来为你解读这本书。第一部分，怎么区分困难和复杂；第二部分，应该怎么克服复杂。第一部分，首先我们先说说困难和复杂到底有什么区别。这2个概念好像很像，但是在一些顶尖的组织机构里，对这2个概念的区分已经到了极其严苛的地步。难指的是那些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也超出了现有的技术水平，以至于你不得不采取激进的方案，借助新技术才能完成它。比如无人驾驶，就必须依托新技术，而且你很难一开始就制定出一个完美的计划。无人驾驶技术目前的风险就在于，全世界的无人驾驶系统用的都是同一套算法。一旦这套算法出问题，就意味着世界上所有的无人车都会乱成一片。这是难的界定，它其实更多的是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复杂指的是那些按照你现有的能力和资源就有可能解决的问题，只不过它牵扯到的线索、协作、变量比较多，以至于你无法依次解决，必须逐步拆解。它其实更多的是个管理层面的问题。这个管理不光是指管理一个团队，也包括对个人精力的分配管理，对任务的拆解管理等等。海豹突击队面对的任务就属于这一类。说到这儿，咱们可以给困难和复杂做一个清晰的界定了。困难就像你面前的一条很宽的沟，按照你现在的能力不可能迈过去，你只有寻找新工具，搬梯子或者回去锻炼，增加弹跳力。这是对能力的刚性约束。而复杂就像迷宫，从一个路口走到下一个路口并不难，但是岔路太多，不确定性很强，而且你只有走到下一个路口才知道这一步走得对不对，下一步又该怎么走。区分这2个概念能帮你找到正确的行动方向，抓住最佳行动时机，还能帮我们进一步理解真实世界。世界的真相是逐层展开的，你只有先到达这一层，下一层才会浮现。当你动不动就说一个事情很难的时候，很可能是在把真实世界简单化。第二部分，我们来说说海豹突击队在执行复杂任务时经常遇到的3大困境以及应对的方法。这3大困境分别是失控感、存量干扰和协作困境。失控感是指当你面对一个复杂问题时，因为看不到问题的边界，所以你很容易产生失控感，觉得这件事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比如，作者在刚刚成为海豹突击队员时，曾经参加过一次实战演习，任务是往一艘军舰上安装炸弹。执行任务时，海面上飘着一具新鲜残破的海象尸体，能造成这种伤口的只有虎鲸，说明虎鲸可能还在这附近。同时，近海水域还安插了一些带刺的铁丝网，只要被刮到一下，伤口里流出的血不仅会引来虎鲸，一旦潜水服被刮破，海水马上就会倒灌。接近0度的海水马上就会让你失去行动能力，沉到海底。更可怕的是海豚，每艘军舰都随时带着3条海豚，一条负责在军舰附近用声呐巡逻，一旦发现入侵者，它就会释放信号，通知另外2个海豚。3只海豚这时会同时潜入海下，搜索海面上的入侵者。瞄准目标之后，他们会用几百斤重的身体全力发起冲刺，把你顶出水面。同时，水面上军舰早就架好了机枪等着。在演习里，机枪是假的，但是虎鲸、海豚、铁丝网全是真的，弄不好真有可能丢了性命。作者表示，这类任务并不难，只是很复杂，因为变量多，风险大，找不到突破口，这让你产生失控感，误以为它很难。战胜失控感要用到海豹突击队的第1条行动准则，叫3英尺原则。
这条原则说的是把你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你的周围3英尺，也就是可控范围之内，看看3英尺内离你最近的威胁是什么，然后同样是在3英尺找到解决方案，把这个威胁解决掉。作者就是坚持3英尺原则，一点点排除威胁，最后顺利完成了这个任务。第二个困境叫做存量干扰，也就是你在上一步任务中积累的存量，包括情绪、经验、个人感受，都会干扰你下一步的行动。比如作者在一次围剿塔利班的行动，一栋房子里有2间屋子，突击队分成2批，同时冲进了这2间屋子。然后一个屋子里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另一间屋子传出了大片的哭声。响起枪声的屋子住的全是塔利班分子，而响起哭声的屋子住的是恐怖分子的家人，全是妇女儿童。当天执行这项任务的队员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毕竟这个场面太揪心了。但是任务还是要继续，把情绪带到明天只会增加风险。这就是一个存量的负面情绪。但是不光是负面情绪会带来干扰，有时成功的经验也会带来干扰。因为塔利班是一个高度去中心化的组织，一个小集团里可能有几十个头目，击毙一个完全不影响整个组织的运行。更重要的是，每个头目的行动方式还都不太一样。这就意味着当你击毙一个头目时，胜利的喜悦不能带到明天，这会让你放松警惕。同样，成功的经验也不能带到明天，因为今天有效的方法到明天可能就靠不住了。针对这些来自存量的干扰，海豹突击队有第2条行动准则，叫做清零原则。当完成一个阶段的任务后，把所有可能干扰到下一步行动的因素全都清零。清零原则的本质不是让你真的忘掉今天发生的事，而是要让你建立一个标准，把下一步的任务作为过滤器，凡是对下一步任务产生干扰的，通通放弃，只留下那些有用的。掌握前2个规则其实还是不够，因为复杂任务往往需要很多人协作完成，这时你就很容易遭遇到第3个困境，叫协作困境，也就是成员之间的想法不同步，没法紧密协作。我们都知道，海豹突击队是全世界默契度最高的团队之一，成员之间甚至达到了一种叫集体心流的状态，队员之间甚至不需要说话就知道彼此的意图是什么。你可能已经听说过很多打造集体心流的方法，但是作者却提出，集体心流不是被打造出来的，而是筛选出来的。海豹突击队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一套庞大的筛选机制，这套机制帮他们在茫茫人海中筛选出那些价值观和思维方式都高度一致的人。这就是海豹突击队的第3条准则，思维一致原则。团队只接受那些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都高度一致的人。就拿招募令来说，海豹突击队会告诉你，你将面对世界上最艰苦的训练，每天都要刷新心理和生理极限。海豹突击队认为，要想实现最终的默契，必须一开始就让那些价值观不符的人知难而退，要收紧入口。海豹突击队的价值观可以用3个信条概括。第一个信条是，唯一容易的事情发生在昨天，明天只会比今天更艰难。第2个信条是，最终的胜利高于一切，你要为此忍受最煎熬的痛苦和悲伤。第3个信条是，和你的战友一起活着回来。海豹突击队有个现象，成员之间不管认不认识，只要合作过一次，就马上会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相见恨晚的感觉。作者曾经和另一个部队的人合作过，见面只聊了几句，他就确定，假如对方有危险，自己一定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同时，他也确信，对方也会为他这么做。达成紧密协作的关键，不是后续的团队培训，而是在组建团队的第一步就要坚守原则，只接收那些价值观高度一致的人，这样才能让团队保持更强的凝聚力。以上就是协同的主要内容，感谢关注陪你读书，欢迎点赞分享，同时可以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陪你读书的更新会第一时间提醒你。我是主播杨杰，我们下期再会。